各位家中冰箱几乎常年存放红苹果，随手削皮直接生吃，只觉得口感脆甜解渴。可今天要跟大家说一句颠覆认知的实话，国内90%以上中老年人吃苹果都白白浪费它的养护价值。核心问题只是少了一道烹煮工序，这套简单食疗方子足以改变往后10年日常身体状态。我完全懂咱们中老年朋友心里的难处，年纪上来之后身体机能持续下滑，清晨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拿起血压计测量数值，屏幕上高低起伏的数字瞬间揪紧整颗心，定期前往医院体检，报告单标注血脂指标超标，回家之后餐桌饮食处处受限，重油重盐红肉甜食全部不敢碰，原本热热闹闹的一日3餐变得束手束脚，格外压抑。夜里最难熬的是入睡难题，躺在床上心脏莫名突突跳动，猛地惊醒，抬眼一看时钟，早已凌晨2、3点，盯着天花板辗转反侧，脑海里塞满各种焦虑。清晨起床浑身酸软无力，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，心底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自身身体垮掉，成为子女肩上沉重的负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低成本食疗调理办法，仅需厨房2种普通食材，一同慢煮20分钟，就能同步改善血压不稳、血脂偏高、夜间失眠、心慌心悸4类常见身体问题，单次炖煮成本不足5元。愿意静下心认真听完这期内容的朋友，我是从业28年的中西医结合心血管调理医师。今天分享的食疗配伍源自家中长辈代代相传的养生经验，经过多年线下临床观察，搭配现代营养学研究佐证，安全温和，具备实际调理作用。还没揭晓核心搭配之前，如果你或是家中长辈存在血管、血压、睡眠相关困扰，不妨在评论区敲数字1，让我清楚这期内容能够帮到多少人。同时点击订阅频道，开启消息提醒。5分钟后公布苹果的黄金搭档，这个搭配诀窍90%普通人都未曾知晓。咱们人体全身血管网络好比老旧居民楼整套输水管道，历经50、60年持续使用，管道内壁堆满水垢、铁锈杂质，水流通行速度越来越缓慢。这和咱们中老年血管现状一模一样。苹果是大自然馈赠、性质温和的血管清洁好物，只是绝大多数人没有掌握正确食用方式。先拆解第1种核心食材红苹果的养护原理。很多人片面认为苹果仅能补充基础维生素，实际它体内藏着果胶这种特殊水溶性膳食纤维。果胶进入人体肠道后，如同吸附力极强的海绵，专门捕捉血液内有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胆汁酸，牢牢包裹住各类代谢垃圾，杜绝身体2次吸收，顺着肠道粪便直接排出体外。这套代谢流程至关重要。肝脏分解脂肪必须依靠胆汁酸，胆汁酸大量排出后，肝脏会主动消耗血液内部多余胆固醇，合成新胆汁酸。长期坚持，血液内坏胆固醇数值自然稳步下降。中国营养学会曾开展8周持续跟踪调研，每天坚持食用1到2个苹果的中老年群体，低密度脂蛋白平均下降12至16个百分点，调理效果接近轻度降脂食疗药剂。这就是果胶清理血管淤积垃圾的核心作用。
再讲苹果平稳血压的底层逻辑。不少朋友存在养生误区，认为控制血压只需要减少食盐摄入，这个做法只能解决一半问题。人体内部存在2种相互制衡元素，钠元素会锁住体内多余水分，加重血管承压，直接拉高血压数值；钾元素恰好与之相反，能够加速排出滞留体内的多余钠，减轻血管运行负担。苹果属于典型高钾低钠食材，一颗中等大小红苹果，钾元素含量约195毫克，持续代谢清理体内多余钠元素，血管压力随之降低，血压状态更加平稳。除此之外，苹果果皮含有维氏皮素黄酮活性物质，这种成分能够保护血管内壁内皮细胞，长久维持血管弹性。年轻人血管状态良好，核心优势就是管壁柔韧可伸缩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血管逐步硬化失去弹性，血压极易频繁波动。凡皮素如同给血管做长效养护护理，长久保持管壁柔软韧性。苹果一边代谢排钠降低血管压力，一边养护管壁维持弹性，双向作用堪称天然稳压好物。还有一点，苹果对肠胃双向调节的特殊功效。生苹果膳食纤维质地粗硬，能够加快肠道蠕动，适合长期便秘人群。苹果经过加热烹煮后，内部果胶质地软化，释放大量益生元，温和收敛肠道黏膜，针对脾胃虚寒、频繁腹泻人群缓解效果突出。煮熟后的粗纤维对肠道刺激大幅降低，既能疏通肠道改善便秘，又不会过度刺激肠胃。不管长期便秘还是反复腹泻，熟苹果都能温和调节肠道菌群平衡。听到这里，大家会觉得单吃苹果养护作用已经十分全面，但我实话实说，苹果单独食用只能发挥一小部分调理潜力，搭配专属黄金搭档之后，整体养护效果会提升数倍。现在先暂时不卖关子，如果你全程认真看完内容，在评论区打出数字2，接下来讲解的配伍原理才是整篇内容最关键的核心干货。不少朋友第一眼看到搭档红枣，只会简单联想到红枣补血，根本不清楚苹果搭配红枣炖煮后2种食材相互作用产生的养护增益。我给大家分享一则真实线下接诊案例。8年前，我接诊一位67岁张姓老先生，初次就诊测量血压158、95，血脂低密度脂蛋白数值突破 4.2， 每周至少3-4天整夜无法深度入睡。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先生吐露的心里话。他说自己并不惧怕病痛，唯独害怕身体拖垮成家立业的儿子。儿子刚购置新房，孙辈刚出生，全家经济压力本就巨大，自己生病只会额外增添儿女负担。听完这番话，我内心十分触动。绝大多数中老年朋友都抱有相同想法，不是不在意自身健康，只是不愿成为家人拖累。当天我没有直接开具大量调理药物，而是把家中长辈沿用20余年的苹果红枣食疗方告知老先生，叮嘱他每周炖煮3至4次，坚持3个月观察身体变化。老先生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按时饮用，3个月后复诊检查，血压稳定至135、82，低密度脂蛋白下降至3.6。老先生亲口反馈夜间入睡顺畅，
很少半夜惊醒。最让我欣慰的是，他脸上不再充满往日焦虑，整个人多了从容自信，还主动把这套汤方分享给身边邻里。所有人饮用后都反馈体感舒适。那一刻我深刻明白，养生调理从来不是单纯追求体检单上达标数字，更是找回掌控自身生活状态的底气。回归正题，讲解苹果搭配红枣协同增效的底层逻辑。从传统中医理论来讲，二者搭配实现寒温中和、阴阳平衡。苹果性味偏凉，生津润燥，疏通血管。长期单独生吃容易加重脾胃虚寒人群胃寒、拉肚子问题。红枣性味温润，补中益气，养血安神。单一大量食用又容易滋生内热上火，两种食材一同炖煮，凉性温性相互中和，形成不寒不燥的平和食疗配伍。从现代营养学角度分析，红枣富含皂苷与多种黄酮活性物质。皂苷能够舒缓人体中枢神经，延长深度睡眠时长，改善半夜易醒、入睡困难问题。北京中医药大学2019年开展专项研究，连续4周每日饮用红枣煮水的中老年人，深度睡眠平均时长提升37%。这个数据对中老年睡眠障碍人群极具参考价值。苹果和红枣分工明确，协同发力。用通俗比喻来讲，苹果是血管清洁工人，专职清理管壁堆积油脂垃圾；红枣是气血补给工程师，持续养护心脏，补足周身气血。苹果烹煮后自带凉性，红枣温润，刚好中和寒凉。红枣温补气血，易产生燥热；苹果凉性，恰好化解内热。二者配合如同配合默契的搭档，一清一补，一凉一温，全方位调理身体各类不适。苹果负责疏通血管，调节血脂；红枣负责滋养气血，安定心神。苹果双向养护肠道菌群，红枣温补脾胃，提升消化能力；苹果补充钾元素，稳定血压；红枣补充铁元素，预防体虚贫血。这就是食疗配伍1+1大于2的核心逻辑，绝非两种食材功效简单叠加，而是互相弥补短板，搭建一套完整全身调理体系。中医古籍有记载，单方难成调养良方，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任何食疗食材都需要合理配伍，才能释放全部养护价值。苹果红枣组合正是这句养生理论最贴合的实践案例。讲到这里，不少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完整炖煮步骤。我现在手把手分享全套实操流程，觉得这套食疗方子实用靠谱的朋友，麻烦点一个点赞，转发给身边需要养护血管、改善睡眠的长辈。优质养生方法值得更多人知晓。手边备好纸笔，或者打开手机备忘录，完整记录食材配比、清洗、烹煮全部细节。第一部分，食材精准配比。主料选取2颗总重400克左右红苹果，优先挑选表皮鲜红、果身饱满的鲜果。中医五行理论，红色食材入心，养护心血管效果最优。红枣8至10颗，筛选表皮自然紫红、果肉饱满无干瘪的干货。清水1500毫升，换算成家用瓷碗大约6碗水量。同时根据自身体质增减辅料，常年手脚冰凉、胃寒气虚人群，额外添加3片生姜，增强温阳散寒效果。
经常口干舌燥、大便干结阴虚体质，红枣数量缩减至6颗，搭配1小把干枸杞滋阴润燥，舌苔厚重、体内痰湿偏重人群，加入2片干陈皮，化解淤积痰湿。第二部分，食材清洗细节，这一步绝对不能敷衍跳过。红枣表皮褶皱缝隙极易藏匿灰尘、残留杂质，不能只用清水简单冲洗。正确清洗步骤：红枣放入碗中，加入1勺食盐、1勺普通面粉，倒入少量清水，双手反复揉搓2至3分钟。食盐具备杀菌抑菌作用，面粉吸附力极强，能带出褶皱深处污垢。揉搓完成后，流动清水反复冲洗3遍，洗完的污水会明显浑浊，足以看出杂质有多难清理。苹果需要带皮炖煮，浸泡清洗步骤不能省略。淡盐水浸泡10分钟，手掌反复揉搓表皮，流动清水冲净表层残留浓残。食材处理小技巧：红枣用小刀表面划几道浅口，炖煮时营养物质更容易析出。去核区分体质，内热重、经常上火人群全部剔除枣核。枣核性质燥热，会加重体内火气，体质平和。胃寒人群可保留枣核一同炖煮。苹果冲洗干净后，保留完整果皮，挖除内部果核，切成均等小块即可。第3部分，规范烹煮流程。炖煮容器优先选用砂锅，砂锅受热均匀，保温效果好，最大程度锁住食材内部营养活性物质。家中无砂锅可替换不锈钢汤锅。切好苹果块，处理完毕，红枣一同放入锅内，倒入1500毫升清水，开大火煮沸，全程约5分钟。水完全沸腾后，调至最小火，盖上锅盖慢熬20分钟。炖煮过程能清晰闻到气味分层变化，初期是苹果清爽果酸香气，炖煮10分钟后，红枣醇厚甜香慢慢融合，2种果香交织，散发温润柔和气味，煮至苹果果肉完全软糯，汤色浅黄透亮，即可关火，搭配枸杞的人群。关火后再放入枸杞，依靠锅内余温焖泡，完整保留枸杞内部维生素。偏爱微甜口感，可少量添加红糖，血糖偏高。糖尿病人群禁止加糖。第4部分，饮用规范指南。煮好的汤水放置降温至60摄氏度以下再饮用，高温汤水容易损伤食道黏膜。剩余汤水密封存放冰箱，48小时内喝完，推荐饮用时段：早餐结束1小时，晚饭后1小时，或是睡前1小时，切记不可空腹饮用。苹果内部有机酸会刺激胃黏膜，空腹饮用易反酸胃痛。每周固定炖煮3至4次即可，无需每日连续饮用，给身体留出代谢吸收缓冲时间。单次饮用量控制在200至300毫升，也就是家用小碗1碗，切勿一次性大量饮用。讲到这里，接下来要讲10个人里8个人都会踩中的炖煮误区，操作失误会直接削弱汤方调理作用，严重时还会加重身体不适。第1个误区，炖煮时长超时。很多人主观认为煮得越久，营养析出越多，动辄小火慢熬40-50分钟甚至1小时，这个做法完全错误。苹果内部维生素 C 耐热性极差，持续加热超过40分钟，活性营养全部流失。标准流程：大火煮沸后小火20分钟。
刚好平衡营养析出与活性保留。第二个误区，炖煮前削掉苹果外皮，这是最浪费食材的错误操作。苹果90%抗氧化活性物质集中在果皮，改善血管弹性的C皮素几乎全部存在果皮内部。削皮炖煮等同于丢掉汤方核心养护成分。只要严格按照盐水搓洗流程清理果皮，完全可以放心带皮食用。第三个误区，用青苹果、黄苹果替代红苹果。不同品种苹果性味、养护侧重完全不同。青苹果寒凉属性更强，主打清热润肺，针对血管调理增益微弱。黄苹果性质平和，核心作用仅为健脾养胃。只有红苹果红色入心，专门养护周身血管，绝对不能随意替换品种。第四个误区，清晨空腹直接饮用。部分朋友晨起空腹喝汤，觉得能快速清肠排毒。苹果有机酸刺激胃酸大量分泌，空腹饮用极易引发反酸、胃部隐痛。最佳饮用窗口依旧是饭后1小时或是睡前1小时。第五个误区，内热体质保留枣核一同炖煮，经常口干、大便干结，舌头发红，属于热性体质。枣核自带燥热属性，带核炖煮会加重体内火气，出现咽喉肿痛、长痘上火情况。热性体质炖煮前必须剔除全部枣核。说完5大常见炖煮误区，大家可以对照自查。曾经踩中任意一条误区，都能在评论区打出对应数字，方便我后续针对性解答疑问。讲完操作避坑内容，接下来重点梳理饮用禁忌人群，关乎饮用安全，每一条都需要认真牢记。第一类禁忌人群，确诊糖尿病、血糖长期不稳定人群，苹果、红枣天然含有果糖、葡萄糖，红枣含糖量高达60%至80%。这类人群炖煮禁止添加红糖、冰糖、红枣，数量缩减至3到4克，单次饮用量不超过200毫升。正是长期饮用前一定要提前咨询主治医生，确认自身体征适配再饮用。第二类禁忌人群，长期服用慢性病药物人群，这里着重反复提醒，这套苹果红枣食疗汤仅能作为日常辅助调理手段，绝对无法替代正规药物治疗。正在按时服用降压、降脂、心脏类药物的朋友，必须严格遵循医嘱，定时服药，定期前往医院复查指标，不能仅凭饮用汤水自行停药，减少药量，贸然断药会引发血压、血脂剧烈波动，存在极大健康风险。药物治疗与食疗养护2条路径并行，互不冲突。第三类禁忌人群，正处于感冒发烧急性炎症期人群。苹果红枣汤整体偏温补，体内存在急性炎症，发烧、咽痛、咳嗽、痰多阶段饮用，会持续加重体内内热，延缓身体恢复速度，等待感冒发烧完全痊愈后，再恢复炖煮饮用。第四类禁忌人群，生理期女性，红枣养血活血，功效突出。经期大量饮用汤水，容易造成经血量增多，经期延长。生理期建议暂时停饮，或是大幅减少单次饮用量。再重申一遍，饮用频次与单次用量，每周3至4次炖煮即可。频繁饮用会加重脾胃代谢负担，单次200至300毫升，少量分次饮用。喝完汤水后用温水漱口，避免果酸。
糖分长期附着腐蚀牙釉质，整篇内容实操、原理、禁忌全部讲解完毕。最后和大家分享一句中医养生古训：上医治胃病，中医治愈病，下医治已病。这句话的含义是最高明的养生思路，是身体尚未出现明显病痛时，提前做好日常调理防护，等到指标异常，身体出现明显不适再补救，调理难度会成倍增加。今天学会这套成本低廉、操作简单的食疗汤方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搭建一道血管，睡眠养护屏障，不用等到住院治疗才想起日常养生。短短20分钟炖煮，就能守护全家中老年长辈身体健康，这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。看完这期内容，希望大家完成3件小事。第一，今天空闲时间动手炖煮一次，饮用过后把自身真实体感留在评论区，我会逐条认真翻看回复。第二，转发这期内容给家中长辈，身边有血管睡眠困扰的亲友，让更多人低成本养护身体。第三，点击订阅频道，开启消息提醒，下周会分享3类日常家常菜，辅助平稳血压，疏通血管，内容干货丰富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身体健康从来不是依靠运气，而是每一天微小的养生选择积累而来。祝愿屏幕前每一位朋友和家人身体康健，平安顺遂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